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AlphaGo Master 版本在网上与人类职业棋手的对决。这盘棋是60局当中的第44局，由韩国棋手安成俊登擂挑战。安成俊此时在韩国国内排名第10，曾经在2012年物价信息杯当中2-0战胜金志棋夺冠，也是韩国的中坚棋手。本局由安成俊执黑先行。执黑的安成俊选择了星小目开局，白棋应以星小目。下一手黑棋大飞手脚，这是AlphaGo的招牌式下法，安成俊借花献佛。接下来白棋单关手脚，黑棋小飞手脚，白棋在手，双方布局下的平稳。下一手棋黑棋在上方拆边连片，白棋也从下方抢占大场。黑棋从左边拆边，白棋并没有在右边继续抢占大场。接下来 Master 开始了他的炫技表演。下一手棋面对黑棋左上两翼张开的阵势，白棋直接点在了黑棋小目大飞角的左边。这手棋 Master 此前下过在星位靠，也下过从下方尖冲，点在此处是他首次用出。黑棋下一手尖在左边固守角地，白棋长，黑棋搬，白棋再搬，黑棋长出。看起来白棋压完4线，压5线，压完5线之后还要再搬压6线，有帮黑棋成控的嫌疑。但是白棋就简明有力的在此走完之后补住断点，接下来威胁脚步的冲断。黑棋尖在2路防守，白棋厚实的再虎一手。看似左边一带黑棋成控的效率极高，但是白棋这一带变后，对于边上星位的这颗子伤害极大。安成俊下一手棋下的依旧积极，在左下碰，这也是局部最佳的下法，卡塔狗的一选。下一手棋白棋在此虎，黑棋长出，白棋立下，黑棋先手将边控再次扩张。接下来黑棋抢占了右边的大场。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，似乎这一带黑棋战果丰硕，但是以现在卡塔狗的胜率分析来看，此时白棋稍优。卡塔狗认为黑棋的这手拆边稍有疑问，此时黑棋应该从左边拐头。既然左边已经要成控，那么这一带黑棋就彻底的将自己补后。白棋再搬，黑棋打完之后再次退出。接下来如果白棋再压的话，黑棋可以从下方尖冲，破坏白棋下方的阵势。那么我们看实战，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在右边拆的下法，这样黑棋的胜率不到 40%。 下一手白棋果断从上方打入，对边上的黑子发动冲击。黑棋选择了2路跳，固守实地的下法，但是这手棋同样稍有疑问。此时黑棋最积极的下法是尖在此处，让白棋变重之后，下一手棋黑棋老练的从上方飞和左上会师，这样这一带避免了白棋强攻的招法，局面依旧是2分。然而实战当中，黑棋这手跳虽然脚步实地扎实，但是对白棋的压力不够。下一手白棋淡定拆一，黑棋这颗子已显薄弱。接下来黑棋选择了尖的下法。从这手棋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安成俊此时认为这个局部谁攻谁还不一定，他认为是黑棋子力优势，对这2颗白子发动冲击。下一手白棋飞出，黑棋潇洒的在中央2间跳。安成俊的理想图是希望通过进攻上方的3颗白子，一来限制左边白棋外势的发挥，二来将中央走后之后再打入到白棋下方的阵势之中，这样黑棋左边一带实际上的优势将取得领先。安成俊的如意算盘打的是噼啪乱响，但是 AI 此时已经不断的给黑棋示警。卡塔狗认为黑棋这手棋一选还是从上方飞联络，如果一定要从中央出头，建议是1间跳，小心为妙。实战当中黑棋2间跳，此时黑棋胜率 35%。 白棋下一手先从左边压，继续加厚自身，同时切断黑棋与左边可能的联络。黑棋没有再理会，下一手棋贯彻自己的攻击意图，从上方尖了一手。白棋
二间跳出，上方一带双方的棋形非常有趣，各有4颗子，看起来呈互攻之势。但是这一带黑白双方比拼的并非是自身的强弱，而是自己背景靠山的强弱。白棋左边一带显然比黑棋脚步要强得多，这一带白棋看似4颗子，但一会儿就会涌出千军万马。我们继续欣赏下一手棋，黑棋回到左边搬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再长的时候，白棋接下来继续后实的压，黑棋再长，白棋再度炫技。下一手，白棋在脚步冲完之后断，试探黑棋应手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再断。这一带看似没有什么棋，但却尽显阿法狗强大的计算能力。此时面对这手断，黑棋主要有2种应对。如果黑棋从下方打吃，白棋长出先手，黑棋再挡住，接下来白棋再一长的时候，黑棋面临2种艰难的选择。如果黑棋现在从上方挡住的话，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坚持先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打吃先手，黑棋再粘。虽然由于白棋气紧，这一带无法直接强攻黑棋，但是白棋有一步好手，就是从下方点过来。由于白棋的这步虎是先手，下一手可以扳死边上的黑棋，黑棋需要再补，如此白棋一压，将这2颗子吃住，黑棋边控大幅缩水，这个结果白棋满意。而如果黑棋此前选择从下方挡住的话，那么如此一来虽然可以避免这一带被搜刮，但是白棋在此靠下以后，打吃完之后再脚步拐住，脚上还有收气的问题，这样脚步黑棋的目数缩水，同时这手棋走完之后也彻底的阻断了黑棋在这一带飞过的可能，这样对于中央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。所以这一带如果黑棋在下方打吃的话，那么无论上下总要被白棋便宜。实战当中，安成俊选择了味道更好的从左边打吃的下法，但如此一来，以后白棋的断打成为先手，这一带的连压都将成为白棋的先手获利，这样对于中央一带黑棋的出路会有影响。我们继续欣赏试探完应手做好准备之后，下一手棋白棋从右边动手，这是由于脚步黑棋不够厚给白棋带来的先手。黑棋长，白棋长，黑棋再联络的时候，白棋再靠过来。现在如果黑棋挡住，白棋的扳成为愉快的先手，这样黑棋再粘，白棋攻过来，由于中央已然做好准备，右边再度加强，切断退路之后，黑棋4颗子危险，整个下方都是白棋的势力范围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安成俊开始反击。下一手黑棋选择再次冲，白棋依旧搬了上去，黑棋脚步不容有失，单退防御，白棋得到先手。接下来还是从边上切断了黑棋的退路，黑棋下一手选择了再次虎的下法，这手棋同样是问题手。此手走完，黑棋胜率仅剩 12.7%， 盘面目数双方大致相当。这手棋在围棋 TV 网国手们的研究是，此时黑棋应该在上方搬，这是攻防的要点，一来防止白棋在这一带度过，同时也威胁白棋这块棋的眼位。卡塔狗给出了类似的建议，黑棋可以再压一手，然后在上方搬，白棋如果挡住，黑棋再次打吃，这样白棋如果挡住，黑棋提劫即可。这一带白棋自身也有顾虑，而白棋最佳的下法是后实的再次补助自身，黑棋再打吃，白棋打，黑棋提，白棋再打上去，如此依然成双方对攻之势，但白棋还是优势，因为毕竟白棋要更厚实一些。如此黑棋的胜率 20% 左右。而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了先在四线虎的下法，结果被白棋立下之后，一来这一带黑棋的眼位被破坏，二来白棋多了二路联络的手段，这块棋得到了加强。下一手棋黑棋再次冲出反击，白棋厚实的挡住，接下来黑棋向中央跳出，白棋再压，由于此前的断是先手，这一带的扳下方白棋将急剧膨胀，黑棋必须要跟着应。
白棋再压一手，黑棋还是担心这个班再长。接下来白棋在脚步立下，这一连串的走法很奇怪，局部并没有什么手段，但是阿尔法狗就把它都走完了。我们看起来似乎有损劫财的嫌疑，而且白棋后续的借用也不是很多，但白棋就这么下，可能是为了减少分支变化，减少计算量。我们继续欣赏下一手棋，白棋二间跳对黑棋发动总攻。黑棋面临生死存亡危机，此时卡塔狗的建议，黑棋这块棋应该同生共死，在此补一手。白棋再尖过来，黑棋刺完之后再从中央逃出，因为上方被切断之后，这盘棋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悬念。我们继续欣赏实战当中，或许忌惮于左边白棋的外势过于强大，安成俊对于在这一带做活并没有信心。下一手棋，黑棋选择直接逃出，白棋马上收兵，将上方的4颗黑子截断。此时黑棋无论是从哪边搬，都将遭到白棋的切断。左边搬，白棋搬住即可；右边搬也大同小异，白棋依然可以挡在此处。这样打吃我就粘，这一带还是无法取得联络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安成俊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白棋靠的时候，黑棋尖在此处，意图通过威胁切断白棋的4颗子来支援上方的4颗黑棋。但白棋的应对非常简明，直接退回，吃住黑棋的4颗子。黑棋再切断，白棋下一手棋在下方围了一手。从这手棋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实际上是阿尔法狗的一个胜利宣言。一般阿尔法狗在这一带补棋，就意味着他已经判断清楚了形势。下一手棋，黑棋从上方跳，这是目前盘上最大的地方，一来防住了白棋在此打吃完之后扳住收控的手段，二来随时瞄着这一带4颗黑子出动的余位。白棋没有去理会，因为白棋如果在这一带硬，就被黑棋先手偏硬。下一手，白棋在中央飞，同样是极大的一手。现在黑棋如果在这一带尖，白棋退即可，扳我就扳住，以后黑棋冲，白棋退回，这是黑棋的先手权利。所以黑棋这步跳的价值大约有后手20目棋。但是白棋在中央一飞，下方白棋成控的潜力同样大增。实战当中，黑棋没有在上方继续行棋，接下来2-5清分，破掉白控。白棋简单扎钉防守，黑棋大飞。唐卫星九段的意见，此时白棋直接攻过来，黑棋已然是非常危险。这代如果黑棋跟着硬，那么白棋就简单的走完之后尖，然后飞住，黑棋生路渺茫。而如果此时黑棋在此跳出的话，白棋可以在此尖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挡下，接下来黑棋冲，白棋扳住，这样黑棋同样危险。卡塔狗也是如此建议，但是阿尔法狗的下法却更具人类的棋风。下一手棋面对黑棋的大飞，白棋没有直接进攻，而是声东击西，在边上先靠了一手。这一带由于下方2颗子的牵制，黑棋不敢动劲，下一手黑棋扳的时候，白棋顺势扳住。现在如果黑棋再粘，那么这个地方多了白棋，刚才的手段将更加的严厉。所以实战当中，为了争得先手，黑棋选择了连扳的下法。白棋顺调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粘。现在这一带白棋加强，黑棋必须要防守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在下方小飞，也是棋形即所。但此前右边的交换，这一带3颗黑子气变紧。下一手棋，白棋马上搬了上去，黑棋再顶住，白棋再次切断。黑棋现在打吃这个不成立，白棋立下，中央一带黑棋需要补棋，而边上这颗子无疑是送死了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打吃，白棋粘住。此时黑棋依旧面临考验，如果黑棋在此补一手，吃住3颗白棋的话，那么下方一带将轮到白棋动手。黑棋依然担心这3颗子的死活，因为中央乃至右边的白棋都变厚了。所以实战当中，读秒声中，安成俊不敢弄险。下一手棋在脚步爬，既补强自身，本身又是一步大官子，但白棋全都跟着硬住。
接下来又产生了冲完之后二路点的搜根攻击手段，不得已，黑棋继续二路拖，增加眼位。白棋来者不拒，先将这颗子吃住。黑棋断，白棋吃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。下一手黑棋打在此处，这块棋终于是暂时安定，但白棋得到先手，在中央一退，吃住3颗子，原本被黑棋截断的这几颗白子不但连回，还将黑棋吃住，同时黑棋还要小心自身联络的问题。下一手棋，黑棋选择了尖，兑现此前的先手权利。白棋单退，黑棋再扳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冲，白棋就退。下一手，黑棋回到下方提吃，将自身彻底做活。白棋再度得到先手，接下来在左边压了过去。黑棋退，白棋下一手再压，黑棋再退的时候，白棋回到上方挡住，棋局进入了收官。下一手，黑棋挡住也是眼见的大官子，同时还瞄着脚步的一些手段，而白棋同样不甘示弱，再次跨出定型。如果黑棋再次冲的话，白棋断，那么以后黑棋再吃，白棋打吃成为先手，这一代白棋先手护住空。实战当中不甘心被借用，黑棋选择了二路单夹，但白棋同样从上方夹住成空。下一手黑棋点进来，这是此前挡住的时候瞄住的手段。白棋挡下，黑棋长出，白棋再从上方挖一手官子手筋，这2个打吃都是先手。黑棋从一路打，白棋挡是绝先。黑棋再走的时候，下一手棋白棋退回，黑棋接下来在中央冲，白棋长出，黑棋再扳，白棋回到脚步挡住。下一手黑棋尖，看似将白棋这一带的空破掉，但是白棋顶完之后再度获得先手。下一手棋稳健的吃住了这颗黑子。接下来黑棋再冲，白棋回到脚步补棋。此时黑棋胜率仅有 1.4%， 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接下来黑棋在下方扳，白棋跳补，黑棋再扳的时候白棋挡住，黑棋断，白棋提，这是之前黑棋瞄住的手段，但是白棋全都简单的跟着应住。黑棋再打，白棋就粘，黑棋虎的时候看似掏走了白棋的脚步，但是黑棋同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下一手棋白棋从边上跳入的时候，这一带双方的目数得失大致相当。下一手黑棋补住，白棋先手将这带定型之后回到脚步扳，然后虎在此处随时威胁扑进去做劫的手段。当然这个劫白棋自身也有顾虑，因为这一带由于白棋尚未完全联络，这个局部一旦黑棋劫胜，白棋自身的眼位也会出现问题，黑棋自然也无心再补。下一手安成俊在右上并了一手，抢收大官子，这手棋价值极大，如果不走被白棋尖在此处，不仅白棋自身目数增加，将来脚步黑棋还有保卫。实战当中黑棋补完，白棋也抢收官子，这2个官子是剑合的。黑棋打吃，白棋提掉，接下来黑棋刺，白棋粘，黑棋再爬，白棋从中央冲了一手，威胁黑棋联络。黑棋从下方连回，白棋从上方打吃，黑棋粘，白棋挖了一手，这是巧妙的定型手段。黑棋打吃，白棋长出，黑棋接下来虎在此处，随时威胁在这一带逃出这几颗子，但是白棋的应对依旧老练。下一手棋白棋在此弯，防住这一带黑棋上下出动的手段。而接下来黑棋冲的时候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再粘，白棋厚实的补住，要求黑棋补棋。黑棋虎在此处，白棋冲回，黑棋再粘，这样我们看到白棋在这一带目数上又有收获，而且获得了先手。下一手白棋在此挤了一手，黑棋从上方再冲，白棋粘住，此时黑棋胜率不足 1%， 盘面白棋领先一目。现在卡塔狗认为黑棋应该回到左下补住这个劫正，但形势不利的安成俊发挥了韩国棋手顽强的特色。下一手黑棋继续抢收官子，通过威胁
白棋这块棋的眼位，间接的防住白棋再次扑劫的手段。白棋防御，黑棋退。接下来白棋长先手，黑棋确保中央这块棋联络的时候，白棋再补了一手。这手棋补完之后，白棋自身的眼位已无问题，随时可以扑劫。然而接下来 Master 就开始了本局最大的放水之旅。下一手棋，黑棋继续强撑，在此断吃的时候，卡塔狗已经强烈建议白棋马上扑进去，给予黑棋致命的一击。但是白棋下的依旧佛系。接下来白棋粘回这颗子，双方按部就班的收着官子，而白棋始终不去扑劫。黑棋最终无法忍受时刻被引爆的这个炸弹的折磨，选择了自补一手。现在黑棋略有所得，因为既防住了脚步的结争，外围又抢收了官子，但无所谓。阿法狗认为我只要能赢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进入了小官子的一个收束，胜负已然确定。最终安成俊收完了所有的官子，阿尔法狗看似不断的放水退让，但却一直牢牢的掌控着局势。收完所有官子之后，白棋以2目半的优势赢下了这一局。这局曾经被认为是阿尔法狗与人类对局当中差距最小的一局，但是以卡塔狗的眼光看来，实际上在左上一代战斗结束之后，黑棋在这一代想要强攻白棋的时候，这盘棋实际上就已经输掉了。而左上一代白棋的下法是非常精彩的炫技表演，看似帮助黑棋成控，但此后白棋却利用自己的后卫不断的对黑棋发动冲击。最后我们看来，黑棋实际上这一代原本两翼张开，总会有一些目数，那么这一代黑棋成的控并没有多少。而作为左边围控的代价，黑棋不仅丢掉了尾巴，下方一代活的也非常凄惨，几乎全都是野，没有控。所以本局阿尔法狗将后卫进攻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值得我们借鉴与欣赏。本局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